朋友们，现在我在深山，这后边呢有一独户人家，有人居住的啊。然后这个房子呢已经有几百年了，而且大多数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那种古楠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栋房子就是几百年了的楠木房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水缸，他们这个水缸还搞得比较有特点，这个是圆弧形的，这种石头很难找的。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柱头都是楠木的，就是这一栋房子啊，很多的这个柱头都是楠木的。这一棵，看一看，懂的可能就知道啊。就是这一栋古木房，已经是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些柱头和它装这个房子的这个门板，大多数都是楠木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些柱头也是啊。然后他们这里不是搬迁吗？中间这里有一家搬迁了，就是一间了，就是一间一个进深，有一家搬迁了。那么就是中间这一间锯下来，上面的木料都卖了几千块钱。特别难得的一栋古木房啊，主人家呢现在去山上找羊了。我们看一下，他这里还挂了好多的老腊肉。这一栋木房至今已经是最少有200-300年了。你们觉得值多少钱？大多数都是楠木的，就这边随便削了一间，他们就可能有1-2棵楠木树吧，就卖了几千块钱。我估计这一整栋的话，最少也得个上百万吧。大家说呢？下大雨了，走不了了，那就落也难了。哦，你们在这等后门那边还可以抽的是吧？哦，我听他们说这个房子都整了几百年了咯。对啊，都几百年了。那是几百年了上哦。你们都不晓得哈，哪个事儿整的？有人来买过没得？我要是2-3次当喽。来2-3次当了，出了好多钱哇？不晓得。这个房子要把呀，假如如果全部南卖要把卖8-8万呢，最少的要。200万啊，这个没有。现在那么好多人进了，它不成吗？如果全部是就不得了嘞，全部是就不得了的。人家挣了干钱啊，几个了，人家都没有好多钱嘛。卖几千块钱说的噻。哎呀，走了老人家，走了屋里了。雨啊。不要紧，这个雨也顶不住啊不？他一会儿来偏一下，那儿偏一下的，没事的。就这一栋老房子是楠木房，听这个老人家说，已经有这个好多人来看过了，可能是这个价格谈不拢吧。就是你们看到的中间切下来那一点，就卖了好几千块钱。我估计一整栋的话，
最少也要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贵阳花溪区的贾定村。我们贵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除了有非常多的奇异风景之外呢，也有很多的神秘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啊。今天呢，我就要带你们去看一看贾定村的这个神秘洞葬。他们这里呢是苗族啊，就在这个房子的后面呢有一个山洞，这个洞里面呢放着100多栋的棺材。现在呢，我就要带你们进去探秘一下哈。胆子小的呢，就不要看这个视频了。我刚到这里呢，这只猫猫就一直追着我叫，我感觉它是饿了，给了它一片面包，果然是饿了啊。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栋这个房子的，这一条路呢就是进入洞葬的这个路。然后这边看到有树立有这个牌子啊，贾定苗族洞葬。贵阳市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啊，而且这一栋房子的主人呢，他就是这个地方的守洞人啊，就会保护这个洞葬的这个安全各方面等等。但是今天呢，好像是没有人在哈，那我们呢就只能直接进去参观一下了。这只猫猫呢，刚才感觉它饿了，然后给它2片面包吃，然后呢，我们走到哪儿它就追到哪儿。我们往洞葬里面走呢，它也想跟着。难道它就是手动的吗？它也是手动的吗？因为主人不在，正好它在这里帮着看一下，是吧？意思是监视我咯，是不是猫猫？喵，是不是监视我？走吧，走吧。我感觉这个猫猫就是监视我的。走吧，走吧，我们进去看一下就出来，好吧？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山脚下，这里呢又有一块牌子啊，贾定苗族洞葬。这里呢也有一个洞，然后他们的棺材呢是放在这边的这个洞口。那么这个洞呢和那边那个洞呢是相通相连的。现在我们就到那个洞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做了这个步梯啊，走这个步梯上去呢，就到了这个洞葬的一个洞口。这些棺木呢，葬在洞中已经是上百年的这个历史了啊。现在他们新的是不葬在这里边的。那么这里面呢，远古的时候葬在这里面的都是一些族群里面德高望重的一些人，或者说对这个族群贡献非常大的一些人呢，才可能是葬在这个山洞里面的啊。这个洞口和刚才我们进来那个洞呢，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啊，它从后面那个地方拐弯过来啊，就可以到达这里。所以整个这个洞里面是通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正在这里拍摄洞葬，然后呢这只猫猫呢又上来了，我感觉它真的是在这里守洞的。因为今天下边这个守洞的这个主人不在啊，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只猫猫，它就一直跟着我们跑过来。猫猫，它还跑进去。走了，妈妈，走了，我们走了哈。这个地方呢是后洞哈，大家走到这个后洞那儿，你看到那里摆放了很多的香烛子。我估计他们当地的苗族过来祭拜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在这个地方哈，还有前面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洞呢，它跟刚刚那个放棺材的那个洞口呢是相通相连的。这里进去之后是拐一个弯之后呢，就到达刚才的那个放棺材的那个洞口啊。所以这个洞是非常有讲究的，因
因为它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洞，然后呢又可以通风，所以选择在这个洞里面葬了那么多的棺材。他们苗族的这个祖先呢，一定有这个先见之明，对吧？一定是他有太多的这个考量。好了，朋友们，我也不在那里逗留了，赶紧出来吧，因为在那里站久了，这个汗毛也直竖啊。还好那只猫猫在那里陪我一下，走，赶紧走。你们敢不敢到这样的地方来看呢？情况就是这位大哥还住在这里哈，相信之前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呢都知道他。为了让大家知道是哪位大哥呢，所以我把他的画面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认识一下。然后呢，我们接着介绍对面这个山哈。现在这里呢正在修高速路，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呢就是便道，高速路呢也差不多是走这个路经过啊。然后大家往上面看一下，这里有个寺庙，也就是说寺庙上面整个山体呢全部都是他们那个村主的。山林土地加起来的总面积呢是超过5000亩的，因为它不止这一个山哈。大家可以现在看到这个大概就坐在中间这个房子这里，然后那边呢是在修高速，也就是说从那边那个山脉开始一直延绵到上面啊。我就一直跟着介绍，等一下呢大家就顺着我的镜头看呢，这一整片呢都是上面这个主的。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这里到村里面大概3公里多一点的路，那么这3公里路现在是没有硬化的，这个呢是因为修高速路的原因，估计是在2年以后会硬化，但是过车现在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个车子是上不了山的，有一段路大概1公里没有挖通，如果说出钱来挖通这一段路的话，大概是1万块钱左右啊。这个地方呢离我们遵义市区大概55公里，离镇上大概28公里啊。整体的交通情况呢就是这样。这个地方的海拔呢大概是800米到1200米之间，那么最适合搞的呢就是养殖业啊。以前村民们有些自己养羊，鼎盛时期呢整个有300-400只的羊，但是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都在耕种庄稼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最适合的就是养羊和养牛。关于水源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整个山体呢有5-6处的水源，所以说不管你养多少牛多少羊都是够喝的。从这个镜头中大家可以看到山上草是非常多的。假如说要搞养殖，那么必须是把这些山林土地全部租下来，因为其中就是老百姓的土地呢都是这里差一块那里差一块的，如果你单独租哪几家的是行不通的。关于土地租赁的方式呢是按亩来划分最好，也就是说每家多少亩呢，你按多少钱一亩这样来套呢就比较合适。如果说是按一户多少钱这样的合作方式也是行不通的，所以说整体承包按亩来区分是最好的合作方式。这里呢也只适合整体承包来搞养殖，那么养殖也就是养牛和养羊是最适合放养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好，这个深山峡谷里面呢，住着有一户人家，里面呢是2位老人哈。之前呢，我和巧克力来这里探访的时候啊，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当时呢，因为我们没有带钱啊，所以呢有点不好意思啊，这里面呢又没有信号。今天呢，我就是专程过来呢，去拜访他们2位老人家一下。我们带了这个礼物，这个呢是超市买的一个礼物，
这个呢是我们带去的1斤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干天麻。走，我们进去吧。太累了，太走不动，累的呀，保证的。哎呀，朋友们，走得汗流浃背的，已经马上就到了。看一下，房子就在这里。那个老人家，我看到好像在地里种庄稼。你看那庄稼。现在怎么样？陈老板，你们咋个说呀？啊？要回家了吧？我们是想包括要快点才回家噻。要快点才回家呀？哎。哦。我们想包括这个小孩子这样就这个情况哈。哦，没事。我们带了点东西。哎呀，咱买块龙毛嘛。这个是东西，这个是我们自己整的天麻。管你们去生气不啷好啊，用天麻来老是炖点鸡啊起来吃。好吗？啊，然后这个你要切的是肉啊，就是。要放盐巴，要放葱，要不？要放。你切的是肉啊，是头天晚上把它用开水泡起，然后今天早上就把它炖就行了，可以炖土鸡、炖排骨都行。好吗？啊。这个给你们买的东西，因为上次我们几个人来这家吃饭呢，也不好意思。不那么谈。哎呀。这种我们都还有些要快点才凶我吧？快点才凶我哈。我要快点才凶我们这个农忙姐姐哟。对，你正好是在忙。你们到回家嘛，我们不好意思见面了得。哎，没事，我就拿过去，等下一个耍，好吧？你们这个都对不起你们哈。没事，你忙，因为你那个就必须要把这个种完了嘛。哎。这个是2个老人家呢，正在种地啊。他这个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把这个窝打好了，粪也丢好了，就种玉米嘛。不能耽误时间，所以他也不能陪我们过去了。现在呢，就是把东西给他们提到家里面去，在那待一会儿，然后咱们就回去。这里呢就是他们家养了好多鸡啊。他这个门是关着的，我们就把东西呢放在这里好了，给它放在这里。他们今天把这所有的土地都已经窝给挖上了，然后2个老人家正在那里。然后山里干活呢，就是抢天气啊，正好今天天晴，明天也天晴，然后后天的话就可能开始下雨，所以呢，他们应该在天黑之前要把这些窝挖好的，把这个玉米放上去，然后呢把窝给填上，所以他们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紧凑啊。也不能因为我们就耽误他们的时间，来的也不是时候啊，正好是这个农忙的一个季节。然后他们还养了不少的这个鸡哈，那么整个边上是用网把这个房间都是围起来的。他们家呢是住在这里，然后上面那一个房子呢也是他们家的，所以这里整个方圆的几公里呢，就是他们一家人住在这里，就是前边这2个老人家，因为他们的孩子呢都是在外面打工哈，也是居住在外面的。他们2位老人呢，因为不太想去城市嘛，所以就在这个家里种了这一片地，然后呢就居住在这个峡谷里边，也是非常的清闲哈。可能年纪大的人呢都有这种归根的这种想法是吧？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就是说年龄较大的情况下呢，然后去背井离乡哈。
你又回来转眼了呢？不管我们能不能带点水。啊，不用带草，不用带草，你赶紧很忙，你不要耽误了一会儿你晚上干不完活儿。哦，拿包裹走哈，不用管我们带流水的。你先忙，因为你这个不能耽搁。对呀。等会儿这个天黑了，你都整不完就麻烦了。我们这还有东西添两个，这一上还是哪个？因为你挖起污来了，你必须要把它弄完的嘛。不是嘛，总完都讲不完，这些全部都送我们了。好多秧哈。20几秧，对啊，还要忙好几天。看看他们中间种的这一片地，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呢，这一片都是玉米地，绿油油的一片。然后现在呢，正好又在种植玉米，一整片地呢，他刚才跟我说有20多亩，所以这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候啊，也不能说耽误他们的时间。那老家说回来，那个给我们倒点茶什么的，我也说算了，我们自己也有水啊，不能这个耽误他们的一个农忙季节。这个地方呢，整个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他们家呢还养了好多的这个鸡，给大家看看。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蓬安县啊，在我身后这个山顶上啊，有上千的摩崖石刻。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据说是唐代的时候刻上去的，哇，非常的久远哈。我们今天就打算上去探秘一下。咱们从这个山下走上来，现在已经走在这个山梁上了，到那儿呢，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啊。走这个路上呢，要特别的小心，这些都是野刺啊。一不小心呢，就会把腿挂伤，所以在这个山上来看这种野景点呢，也是非常的难啊，这个路也难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树上都绑有红布啊？那是当地的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徒步爱好者，他们来了之后呢，就绑了这个红布，就是怕后面有人来呢，他们容易走迷路，所以说呢，就跟着这个绑红布的这个树往山上走呢，就不会错。走到这个山梁上呢，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块牌子哈，蓬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摩崖造像。这个牌子是1988年公布在这里的，距今1400年的摩崖石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400年前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繁华，在这山野之间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工程量。这个地方呢，咱们已经看到了佛龛，也就是以前的那个摩崖石刻。咱们还要继续往这边上，那儿拴有红布，还没有到达那个崖壁的位置。这个地方呢，就是千佛寨的寨门呐。大家看看这个地形啊，非常的险峻，属于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那么我们走到这儿呢，就能看到一些摩崖石刻了。看看这个刻的一个什么造型，一个圆拱门，下边是一个正方形的抠进去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年是不是这里面应该也会放一个佛龛，只是没放而已。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做有一些毛笋的一个结构，有一些孔洞啊。那么这个崖壁上呢，刻有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一面崖壁从这个寨门走过去呢，那边就是千佛寨了，就是上千的这个佛像的摩崖石刻啊，非常的震撼。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是一个三体大佛，然后正好在这一片崖壁的头部的一个位置啊，然后特别的大。那么是一个弥勒佛，这个应该是弥勒佛啊。上边呢，他们有盖一些这个瓦片，
然后可能是防止风化。那么这一尊弥勒佛看起来也是挺帅气啊。那么这边的佛像呢，全都是镶嵌在这个岩体上的，大大小小的有上千。那么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可能有些地方呢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得用无人机给大家展示这个视角。我们过了寨门之后呢，就来到这个崖壁的一侧，然后看看这里也是一个佛像，那么也是镶嵌在这个岩石上的，包括这边也有2位啊。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石刻距今的年代就非常的久远啊。包括上边这一个佛像，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反正是很高啊，这个有10多米啊，有10多米高。哇，特别震撼啊！全部都是镶嵌在这些崖体之上的。这里这个神像呢，他手上好像拿着一根鞭，是不是拿的打神鞭啊？咱看不太清楚。头部呢已经被这些藤蔓给网住了，是否这个石门里面是有玄机的？因为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下方全部是这个大青石的条石，经过石匠来打磨之后呢，把这下边给封住的。或许这一道石门里面有什么秘密，咱也说不准哈。这边好像是一个古墓啊，镶嵌在这个崖壁底下的岩体中的，上面写有玄妙蓬瀛，是吧？然后这些雕刻非常的精美，顶部那儿还放了一个葫芦，两边是2条龙吗？这个古墓呢，据传说是一个姓黄的道人，他是清朝末年的人啊，一直在这个千佛寨上修道，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啊，人们都称他为黄老道。后来呢，黄老道过世以后啊，就葬在了这个石墓里边。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黄老道过世几十年之后啊，千佛寨下面的一个叫朱光泽的农民呢，就跑上山来，竟然将黄老道的这个墓室给打开了。往这个下方走了3个台阶呢，就看到一口棺材。打开棺材呢，发现黄老道的这个尸体呢，竟然还没有腐烂啊，须发雪白，鲜活如生啊，仿佛就是睡着了一般。我们看这个古墓的这个右侧这里啊，就是被盗过的痕迹。那么是从这个地方开之后，从这儿进去的。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视野。为什么这个千佛寨上有这么多的佛？为何又要把这些摩崖石刻刻在这一座崖壁上呢？想必大家看到前方的场景就应该明白了。这个地方就是俯瞰河山的感觉。看一下整个下方，一躺平，就是我们身后这里有一座高山崖壁。所以说呢，这些佛像刻在这儿，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崖壁的下方呢，是有一个庙宇，里面呢有一些菩萨呢是供奉的。石刻的部分呢，我会给大家拍来看看。但是供奉的菩萨呢，咱们是不能随便乱拍的哈，只能给大家拍摄这个石刻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个庙宇旁边的空地上啊，有看到2张石桌子。这个石桌子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而且大家注意看啊，咱们现代人做的桌子呢都是4只脚，但是它这2张石桌子呢都是3个石头顶住的。而且特别神奇的是，这个石桌子竟然没有配凳子。据说在晋朝的时候啊，这里发生过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啊。在个山下有一个人啊，拿着一把斧子到这个山里来砍柴。到了这个崖壁下呀，就发现这个石座旁边有2位老人呢在下棋。他就在这里看他们下棋。等老人下完棋，问王字：“你怎么还不去砍柴呢？”说完，他们就不见了。但是砍柴的王字呢，这才想起来要去砍柴。谁知道他低头一看呢，手中的斧子和木柄呢都已经腐烂。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山的。当下山走到村里面，才知道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让我们不禁感叹，
真是山中一日，世上已千年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墙啊，就这一面小小的石壁上，就刻了非常多小型的这种佛像，一整面都是。就这一面的话，应该也是好几百了啊。这一片大家看看，这一片也是跟那边的形态差不多，但是这一片呢，可能雕刻之后还没有进行上色，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它整体的一个形态，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这个就是上千年前的一个杰作，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风化了，因为以前的话它并没有盖这些瓦片。这个山上呢，咱们还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木屋。2个呢，那边也还有一个房子，咱看一下这个房屋呢，也是非常多年没有人住了，整个已经快要倒塌。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呢，本身也住有几户人家啊，然后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是吧，公路也没有通上来，所以呢，就整个搬走了。咱们可以这个看看房间里边，这儿是一个灶台，那么那边呢还有土墙，这边有很多的瓦片都是放这里的。那个就是以前的床了，然后你像这里走过去，那边还有一个房子，因为这里是荒凉的野路了，咱就不过去了，而且杂草丛生啊，也担心这些草丛里面会有小动物啊、蛇呀之类的，所以咱现在呢就只有往回走了。这个千佛带的悬崖峭壁上呢，早有上千的大大小小的菩萨造像啊。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呢，可谓是名不虚传啊，真正的千佛在。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啊，始早于唐代，经历了宋元明清啊前前后后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啊，现在依然在这个深山中啊保存完好，实属难能可贵啊。我们从空中的视角看呀，这个地方选的也是非常的奇妙，前方呢是俯瞰大好河山的这种架势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山的后边，它其实是多脉相聚的一个地形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山顶这2栋房子的边上呢，有一口天池，看到吗？这个天池它是在山顶上的，而这个水呢是常年不干，这个天池也是深不见底的。在这个山顶上有这么一个天池，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啊。整个这一些石刻呢，看去栩栩如生啊。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洗礼啊，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它很清晰的这个轮廓哈。也有幸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见到上千年的这种摩崖石刻啊。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刻呢，仿佛千年就是昨天，恍如隔世啊。真的有那种山中住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这种感慨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多多出一些点子，我呢也好跟村里面提一些建议啊。感谢大家。
大家好，这里呢住着2位老人家，因为他自己没房住哈，现在是借住在别人家里，当然这个房子是不要钱的。你这的数据又下来了，1亩多，其实你可以整改，你可以喊他们政府补贴。你说我不肯，4万多啊，1亩多就要4、5万了。4、5万嘛，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讲，你说他们没通知我们，没有，还没通知才包出来的。你就在底下个路边边干了2个平方，就这30万块钱就干起了。到时候你喊他们政府给你贴在，你说我不肯，我要在这里做，我底下整2个呢，我到时候好方便哈。没得5万了，说5万了，那俺里面是真正的10万的整个房子才要。1亩多嘛，随便都4万多啊，4万多啊！你每年的钱你又够花呀，啷个都够花呀？要不多少钱呢？30万就干出来了。意思马路中间盖了点天地土地了嘛，你又把那给它换了噻，用其他土给它换了嘛，你让栽个路上了嘛，就干起了噻。栽个路嘛，它老砖头也太。汽车上你干个两根带的。机车砖才多啊，就干两根。你干的话，你干少了。你肯定是2根噻。干就干。你干起你不管，他一头粉糊啊就行了，门前我又不管，我就让他住起比这还是比这矮点的，还是比没法子矮点的。现在的人为啥嘛？你不要说想起找不着的钥匙，那个有3活10年、20年都说不清楚，晓得不嘛？你记到哈，现在人老死正常老死的哈，他不得那么容易死的嘞，好多都是意外生病那个死的，晓得不？你不要以为切多些就赶紧要死了。其实你只要是不在哪遭抓呀，不生病了哈，不容易，你蛮容易死完了嘛？那他妈现在我要干掉。对了，对了，我摊老实话，你房子住的人家的是不？有时候其他有些人呐，噼里哗啦的，反正就把那钱拿起来了哈，白打，我就整他一盘。你这人家2年前往哪儿转了，你看他，你们也帮我整2天了，我是没钱拿的哟，他还不是要帮你整。这是嘛？他拿钱都不要紧了。反正你然后他们的房子早就倒塌完了，等于住在这里这个木房子呢，也是住的别人家的房子。然后呢，就是村里面不是过这个高速路有征用地嘛，他呢也征用了，应该有4、5万块钱吧。然后正好下面这个公路边上呢有他的土地啊。现在造房子呢也比较方便，公路通过来了。其实他有考虑在下面，自己造一个房子啊，嘴巴上不说，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可以有很多考虑的。他也想这个造一下啊。其实我也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你这个每年领1万多块钱啊，其实然后他自己在总庄家也可以再赚一点，就是每年领的这个钱加上自己赚的，基本上够花，甚至说还可以存一点。所以说他这个土地征用的这个钱呢，其实拿来可以在下面造2间这个平房啊，就在路边造2间平房。这样子呢，肯定自己也会开心很多嘛，毕竟自己造了个房子哈，老了都还自己造了个楼房，然后自己也可以去住一住哈。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在人家的房子里面，大家要知道，等到老去的一天。人嘛，总有一天要离开，对不对？真正到你离开的时候，发现还在别人房子里面，别人愿不愿意是一回事情，然后自己能不能闭眼睛也是一回事情。我想跟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也跟他说了，假如说他要造的话，我可以跟他喊这个挖挖机啊，喊人来一起跟他造啊。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心愿啊。之前我也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但是他说，今年逢七什么，就是今年有可能要死，然后呢，今年过了之后再说啊。其实这个都是很多这个迷信的说法。大家觉得就是像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是去养老院好呢，还是说留在农村这里比较好？其实我也不敢说确定到哪里好，哪里都有哪里的好处。但是我们就说居住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肯定是住在农村好一点，因为像他们长期
从事劳动的人，现在你让他在市区天天坐着，也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他是受不了的啊！他每天他必须要去干点事情。你让他不做土地，你看现在70多了，还做那么多土，你让他不做土地，他是受不了的。他必须要在土地里面去玩。他们跟土地之间，我说老实话，真的是有情感的。你没有，你们可能没有看到过农村人去种地或者干嘛的，就整个地上里面有个石头啊，有点草啊，都是一点一点的去把它搞干净。有个小石头就把它弄出来丢了，就是真的是跟土地是有亲情的，就是农民百姓的话。所以说这就是很多农村的情况。你像我们这边就是很多搬迁了之后呢，年轻的人愿意搬迁到城里，但是老年人都是不愿意的，90%的老年人都是不愿意，因为他们真的是跟土地有这个情感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大家觉得就是他这种情况的话，是搬到养老院去好呢，还是留在家里好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我这个手机的摄像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个问题，晚上不行。晚上一般都不。咱们去钓鱼了啊，朋友们！东北大哥钓鱼，老铁们走啊！走。现在咱们从这个小路走到大河去钓鱼，可能要走10来分钟吧。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河边。那上面滑哟，你小心一点哦，上面滑的。在河中间给你们看一下，这景是不是太美了？我来救阿泰，救阿泰。这什么玩意儿？这花开的好特别啊！这叫什么啊？这个？往下面那个位置水肯定很深呐，像你下面那里，看到那个水塘都是绿油油的。哇，那个水里面洗澡才舒服嘞！你会不会啊？我会啊。哇，这儿洗澡真的舒服哎，要不要进去洗一下？这个特别漂亮。这缸水啊，真舒服啊！他们打鱼怎么不在这儿打？这儿这个水就打鱼就很好啊！你看，好清澈嘛，是吧？大家看看这儿这一片水，啊，绿油油的，看着就让人有恐惧感。这种地方挺舒服的，它没有那种水流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水都比较平缓，没什么声音，挺舒服的。我觉得专门来视察这条河沟的。啊？没有啊。我这小李，老婆。找到没有？很深呐。
我不知道，我个屁看！那这种漩涡有时候就游不出来，没有漩涡，到这小虾，这才得有。虾。哎呀，来这儿打鱼，鱼嘛没打到，就是看看风景，洗洗澡，就回去了。评论下方留言或者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啊，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我到我们村的小沟组那边去啊，那边有一家养豪猪的，说是养了100多头豪猪，而且是养在这个山亭里面的。我过去看一下他那个猪养的怎么样啊。这几天咱们贵州的天气特别反常，这个声音都有点感冒，感冒了好多天了，大家也要注意哈，这个冬天来了。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了，然后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养殖场的这个老板修的，然后他们这里环境很好啊，他还好像养的有鱼，这里是一条小河沟，大家看这个，他这个地方环境不错，然后豪猪呢是养在这个上面，刚才那里呢他已经问了一下哈，然后我从这里上去。听说是养在这个山里面的，是上面这个山里面的吗？上去看一下哈。在忙当哎？先走。说，耶，养自尊的在哪里啊？好高兴，他养了3头的啊。他之前不是，我听哪个说的不是说放在山里面，山里面的吗？他转的，人家就是的。你带进我看了，你是姓张噻？我之前听到哪个看的你姓张，然后我一路问，才记得人家你的小沟去了，都没问到。花椒根儿那些。这些花椒根儿了。哦。你养自己养了好久的呀？哎呀，这是学干的才干几年。干几年？好多人在做。哦。对。哦，这个东西就好大股味道。它就是酸菜。在哪里能看到啊？你哪个？啊？我送你还没得。转来2A就去了，转那个。转2A就去了。哦，这坨大哟，这坨还，这多少重啊390多斤嘛。这坨有点大。你卖好几个呢？这个是大的，小的小的是。我投了，也是拿的4个的，本来上面是3000块钱小的去。4个3000了。转动的那些达不到，大的小的些哈。哦。大的起码1头7、8块钱了，有1、2千块钱都搞不起了。多余的看不到啊？全部转2A里面的。啊，他可以进个不？进去那个地方看不到，他一个。看样子哪个动进去的哦？我没见过这个玩意的。他这个转进。哦，一个打得动。他转进去，他全部在治，他跑出来啊？出来的。
跟说成那个样子，你受不了我现在那个。那么厉害啊！看到不？看噻。你这里有不少啊，有10几啊。这一头。你要把山都抠空去了。那个扎进来，这个自身我还没注意。我手边都少一点。这段他挖出来了，你是不是冤？好吧，你都给他清理过了。去拿了2个样板。厉害，这个家伙。今天在考啊，这个现在。搞。那个在看样板的这里，那个你看来真。你这弄出来也干嘛呀？多。你那个人工资么子费？个收么？你这个主要是搞得太随意了。你火锅到是吧？火锅就滴滴过的啊？哦，这个叫火锅哦。给你让他自己整那个蓝包。还有一个涨水不行噻，涨水鱼要再冲一周噻。糟了，这4斤多的全部抽跑了。我就说嘛，4斤多的全部抽跑的。你正好干了火锅都难了呀，你肯定了。卫生哎呀，这个咱们这个要涨水，在那接了现在3个到了嘛。这一头都养的吗？这一头啊？你还干得多，自己来养啊，鱼来养。这位大叔啊，5年前就回家创业搞养殖，主要是养鱼和养豪猪，但是5年过去了呢，没赚到钱，反而是欠了银行的9万贷款，现在搞的是进退两难啊，特别想放弃。不管是养殖豪猪还有养殖鱼，我觉得他的场地啊各方面都不成熟，大家觉得他这个应该咋办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交流啊。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啊，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啊，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在这里呢，发现了一个特别奇特的建筑，就在我对面这个山顶上，貌似建的是一个养殖场，旁边呢有一个崖壁高高翘起。我觉得这个地形呢有点特别，养殖场建在山顶上比较少见。我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形。咱们无人机飞过来之后啊，发现这个养殖场已经是废弃了，而且这个建设的规模还比较大哈。整个山顶上啊都是建的养殖场，为什么又荒废了呢？那今天阿泰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养殖场建在了山顶上，整个四周呢都是空落落的。通常这种地方啊，一般都会作为建寺庙来使用啊。建房子建在山顶上是比较少见的。农村建房啊，都讲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它的左侧这个青龙山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但这个山呢是主龙脉山，也就是说建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他想去靠这个青龙山呢是比较难的。但是它的右侧是白虎山，而白虎山呢正好是入头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宁愿青龙高万丈，不愿白虎抬头望。这个地方的白虎山是抬头的。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建房的位置。那么整个房屋它是建在山顶上，这个房子的后面呢，它是一个低下来的一个垭口，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后面整个是空的。在后面的这个山呢，其实它也靠不了。那么这个养殖场它建在山顶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用水问题。对，这确实一大问题。这个地方铁定是没有水的，它的水源是要从后山来，对吗？而这个地方呢是在山体的中上部，而且呀上面还住有那么多的人家户。你想一想，我们的用水肯定首先要满足居民用水之后才会给到养殖场。一旦遇到大天干的情况下，这么大的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用水，这个用水一定是个大困难，大家说是不是？那么再跟大家说一说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养殖场后山呀住了非常多的人家户，而这个养殖场是建在了后山这些所有住户的向山靠台之上。你想一下，养殖场是一种什么地方？肯定是不怎么干净的，对吧？而这个看台实际上呢是后面的大多数人家户的一个出路，明白吗？你在人家的出入看台上建一个养殖场，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太妥当的，大家说是不是？以上我的分析纯属胡说八道，大家不必当真啊。那么朋友们，这个养殖场为什么会荒废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说出你的观点。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拜拜。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带你们去羊皮洞看一看哈。很多人都不知道，羊皮洞的上游在这个下边洞穴之中是有漏头的。从这面崖壁下面的这个山洞呢，就可以顺着水流可以走到羊皮洞的一个出口。那么整个这个长度应该是有1-2公里啊，非专业人士就不要去挑战啊。我们可以从空中整个俯视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崖壁离羊皮洞的一个距离啊，大概直线距离在1公里多一点这个样子，但是在里面去行走的话，肯定是好几公里的路程。这一面崖壁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羊皮洞的水呢，从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然后从这个洞呢再流进去。但是我们无人机的视角也看不到，可能是暗洞吧，只能从这个地方呢能够听到这个山洞里面有水流的一个声音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羊皮洞的停车场，看一下这边他们好几家都搞了这个停车场，然后车停在这里呢是15块钱一天，走这边这个小道呢就可以步行下去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找不到的问题。你走到这儿呢，都是大片的这个停车场，然后走这一家啊这个小道过去，沿着这个山体过去呢，就去羊皮洞了。当然，这个整个路程可能是需要走很长时间啊。现在来羊皮洞呢是有2个路线啊，第一个路线呢就是走我们这边，但是你需要走很远的路。一路的风景非常好啊，整个对面都是崖壁。这边我们要过去的呢，也是大面积的这种崖壁，我们相当于是要从这个崖壁角的地方啊，一直往前走。路上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是这个路也比较难走，对吧？如果你是喜欢徒步的，那么可以走这条线。假如说走路不太方便，然后呢又想去羊皮洞看一下的，那么你们就要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到那个车开到对面有个白房子那个地方吧，大概，然后可以坐船啊，从这个河道进来，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走路到羊皮洞，就很近了。所以是2个路线啊，想走路想看这个山川美景的，那么我们就走这边；如果不想走路的，那么就走河道坐船进来，它是2个路线的。现在的这个路比以前好走多了，以前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草都是长在这个路上的，现在走的人多了嘛，然后这边还放了垃圾桶，所以说现在应该是要好走的多啊。大家如果说不怕走路费劲的，其实是可以来走一下的，比以前要安全多了哈。以前这个路不好，没有这么宽的这个路啊，都是这个草啊、那些树啊、竹子啊覆盖着，所以你走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因为走的人更多了，这个路呢就走的看吧，这么宽敞，就比较容易了哈。现在大家来这里可以不用带吃的喝的了，你看这里有人搭棚在这里卖东西，有卖土豆的，还有卖水的什么的，大家就不用大包小包的带着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到这里来，然后呢那些瓶子啊什么的又不带走，在这里污染环境啊。这边咱们马上就到羊皮洞瀑布的位置了。今天的这个羊皮洞应该会非常好看，因为前天晚上的时候，据他们上面停车场的村民讲啊，下了大雨，所以说又过了一天，那正好涨水的那个浑水呢又过去了，那现在的水呢就比较清亮一点，那可能我们今天来的时机比较恰当啊，会看到非常壮观的这个羊皮洞瀑布啊。哇，前方已经看得到一点了，真的非常漂亮啊！今天整个那个洞口是布满了这个瀑布流下来，不像以前，也不像那种特别澎湃的那种浑水的那种羊皮洞啊，愤怒的羊皮洞，对吧？也不像那种只有2、3吊瀑布流下来，看着比较单一。今天的羊皮洞确实是非常的美哈，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羊皮洞呢？就是以前当地的村民有经常看到这个洞中会冲一些羊皮出来，也有可能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洞里面居住了很多人，因为里面是有很多棺材的嘛，所以呢可能是这些原住民他们有一些动物的这个皮啊或者什么东西丢在了洞里面，一旦在这个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呢，这个水位的上升呢，就可能把那些动物的皮呢给带出来了。有人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羊皮被冲出来，所以呢就得名为羊皮洞啊。今天确实是非常的美啊，我要到那个瀑布下面去装一下。这里有好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看到没有？那里占了一大片，这边也占了一片。因为是前天晚上这个地方呢刚下雨嘛，下雨完了之后又涨一点水，所以说现在这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时候。那么多人走在那里去拍照，我也要去试一下，好吧？现在我又站在这个最高的这个石头上啊，在这个石头上拍照打卡的话是最爽的。这个雨雾啊，从这边不断的飘过来，拍打在脸上，非常的凉爽啊，夏季会非常的爽。不过呢，大家到这边来玩呢，是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在羊皮洞来玩耍的以前已经出过了一些事故，所以说大家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
才到这个地方来玩耍。而且这个边上这些石头上呢都是非常滑的，它有那种青苔。你穿的鞋如果说是很滑的那种的话，那么还是建议不要随便来这里。还有一个，有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这个大山里面的这种天气啊，尤其在这个夏季快要到了的这个季节啊，在我们这些深山峡谷里面呢，经常会有那种比较极端的天气。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看着可能是晴空万里无云，对吧？但实际上这个峡谷水源的这个上游呢，很可能在下大暴雨，所以说会短时间内涨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时候如果你太靠近水源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行走在这些山水之间，特别是这些很深的峡谷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上游水流上游的这个变化。虽然说风景很美，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很重要，对吧？像羊皮洞呢，我是几年前来过的哈，那个时候来呢，真的是比较杂乱脏，到处都搞得挺脏的。这一次来呢，就感觉很好啊，没有看到有什么的垃圾，然后路上呢，可能当地也摆了一些这个垃圾桶啊之类的，整个路道看起来非常干净。这个生态环境呢，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去维护的，所以说大家来这里游玩呢，一定要文明一点。如果说有垃圾呢，自己尽量还是把它带走，不要来破坏了我们这个羊皮洞这么好的风景，大家说是吧？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难得一见的那种野外美景啊，而且呢，并没有开发。我们来到这里呢，只需要在山上的时候花15块钱的停车费，把车子停在上面就可以了。整个这一路下来，就看这种山上的这个野景，非常的漂亮，而且不需要任何的门票啊，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准备爬山回去了，回去得1个多小时，非常累的哟。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偏远山村的悬崖峭壁之上，隐藏着一项鲜为人知的超级工程，那就是大发天曲。这条沟渠全长9400米，像一条巨龙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之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大发天曲的这条沟上啊，相信熟悉我的朋友呢都知道，大发天曲我拍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一次呢要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先带你们去看一看大发曲的源头，然后呢再顺着这条沟渠继续往前走，要翻过3座悬崖，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当年修这条沟渠的不易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那这里呢也比较简单哈，就做了一个拦堤坝，然后呢把这边这个罗丝水沟沟的这个水呢拦截到这个沟渠里面，然后呢源源不断的流向草王坝村。这条沟渠的修建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上个世纪60年代啊，草王坝村的村民啊缺水少粮，当时时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呢，就带领着当地的村民开始修建这条沟渠，但一修呢就是36年呀，所以说真的是愚公移山呀。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形，前边就是沟里面的引水源头，然后水沟一直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向前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没有？平着过去，要到最远的那个悬崖峭壁，然后再翻过去才是草王坝村。所以它的全长呢是9400米啊，是非常震撼、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大工程，历时36年。你们想一下，你做什么事情能够坚持36年？我们现在就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修沟渠的那种艰辛、那种辛酸、那种不遗余力、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大发曲引水源头在这个沟里面。那么顺着这边过来，这里呢是有一个村庄啊。刚刚这一段呢我是没有跟沟走的，我把车开到下面停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呢从这边上来，走这个悬崖上攀爬上来的。也就是大发曲的这个沟呢还在我的头顶上啊。
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也是很久以前的古道，包括新建这个大发渠的时候呢，这一条也是主要的一个运送材料的一个通道。看一下我的这个下边，对吧？也是悬崖峭壁。这条小道呢，也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中间。只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有多陡峭。实际上下边是很陡峭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条沟渠过来之后经过的第一座悬崖峭壁。那么像这些地方的话，基本上人是要扛着才过得去的，要不然你都不好过。那么下边的话，也是就是很高的这种悬崖峭壁。这条沟渠的全线贯通之后啊，不只是起到引水的作用，还大大的缩短了两个村之间的村民的来往。我们看到这个地形啊，前面就是两座悬崖峭壁，下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对面草红坝村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村庄，两村之间的村民要来往呢，要么就是翻山越岭走上面，要么就是走下面很深的峡谷。那现在这个水渠通了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渠平缓的走过去，大大的缩短了他们来往的一个时间。以前可能要2-3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几十分钟呢就可以进行来往，所以说非常的方便。我们因为在山里嘛，两个村之间有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所以在以前的时候来往走亲戚，因为被这个大山悬崖所阻隔，所以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方便的非常多了哈。这里过去呢，前面就是最高的一座峭壁悬崖。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还挺好看的是吧？顺着这个沟渠过来，一路都是风光无限。这个地方像一个2扇门一样，一边一个悬崖，对吧？把这里锁在里面，这种感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最高的悬崖这里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沟渠的边上这个路面呀，还是比较宽的，因为是水泥加固了。但是在以前的话，没有水泥加固的时候，这个边上啊，它都是泥巴。那么村民之间来往呢，它都是走这个上面，甚至更多时候是负重前行。可以说我们身在城市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人们呢，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呢，都是胆战心惊啊，更不要说负重前行了，对吧？但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呢，就特别平常了。因为我小时候呢，也走过这条沟渠啊，就是他们还没有修建完成之前我都走过的。那么看起来是特别的险峻，而且那个时候也是背着东西走，对吧？那它这个栏杆到这里呢就没有了，这个悬崖峭壁上是没有栏杆的，所以说恐高的人是不宜在上面行走。那么我们其实也是经常看到有村民呢，他们会背着煤啊，背着这个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在这个上面行走。那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的区别。你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我们也是砍柴什么的，也经常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啊。所以对山里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特别正常，也是已经习惯了的。那我们走到这里来的话，基本上会看到非常险峻的一个场面。这个下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峭壁。下方还有一条公路，对吧？这里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我们这个公路是6.5米宽的公路，你看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看下去就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这个还是非常险峻的。我现在这里每走一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往前推进一步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槽是怎么开的呢？它其实是用钢钎、二水、铁锹一点一点的往前凿，然后呢用到一小部分的一个炸药啊，比如一点一点的往外面呢把这些石头呢震出去，然后上面肯定有一些震松掉的，怎么办呢？可能就要从崖壁的顶端啊吊绳索下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些松动的石头呢给它清理掉。反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啊，
你们不要看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打这样的沟渠啊，但是安全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这条沟渠花了36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之后，其实是零安全事故的，所以说非常牛，非常牛啊！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你们是不是看到都有点腿发抖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遵义市余庆县龙离镇大龙村的博上组，这边这一整个小组呢要全部搬迁。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木房子都是要拆迁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哈。然后好多朋友跟我说呢，他想买一点山区的这种木房子。今天我到这个地方呢，正好从下方的村民组那儿了解到呢，这里所有的木房子全部都要拆掉啊，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如果朋友们想买这样的木质建筑呢，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赶紧过来看一看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搬迁呢？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是高速公路，对吧？那么下面就是隧道。那么整个小组呢，它是完全坐在这个隧道上边的，所以呢有一些地质灾害的原因哈，所以呢，这个整个小组呢都要搬迁。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子全部都拆掉了啊，很多，应该有10来20户吧，全部都要搬。那么上边那些房子都还没有拆的，我们现在上去给大家看一看。哪些房子比较好的啊？然后呢，大家自己斟酌一下，要不要过来了解一下啊？正在拆房子啊？好，上面也全部都要拆是吧？上面有房子都全部都要拆啊？我上去看哈，有好点的没得？是啊，看哈，买2项啊，意思啊？这都全部拆下来的是吧？上去看哈，你慢慢的干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些房子全部都要拆的，已经拆了好多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自己过这边来看看。这一户房子呢还比较完好的，这个木料不知道是什么木料啊，还可以啊，这一个房子还可以的，看起来比较阳光大气，颜色也看着非常的舒服啊。马上就要拆了啊，这房子马上就要拆了，想要看的朋友们要赶快过来。我们继续往上走啊，这儿能不能上去？你看这边这些已经拆了。整个村组是整体搬迁，全部搬到镇上去了。看看这些房子，上边应该还有。我们再到上面去看，去顶上那几户吧。顶上那几户房子，我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看着还不错。这一户人家正在拆，看看这一户房子，看着也还可以的啊。太可惜了，这些木房子一旦拆掉的话，都是拿来当柴火烧了。这咋过去啊？哎呀！耶，这里还晒有稻谷。看到没有？这里整村搬迁的，这里都写有封条，2020年4月2日封。这边这个还是两层小楼。上面还有一户，咱去看看吧。你不会咬我吧你？是给我带路吧这只狗？温顺啊，别咬我哈。 啊！
哇，这一颗橘子结得好好啊，看着都想采2个吃。哇，这结这么漂亮的！这一家还有人在这晒谷子啊，这个房子也不错。房子全部都拆掉了，木房子，好可惜啊！看看，我从下边走上来，这一路看了一下哈，起码是最少有40户以上，全部都拆掉了。然后呢，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拆，那么大部分呢房子已经全部拆了。其实还挺可惜的哈，几十栋的这个木房子全部拆掉，然后呢，所有的村民呢全部都搬迁到镇上去了。因为这个地方呢，高速路的隧道在这个村主的下面，那么由于地质灾害的原因呢，所以整村搬迁，所有的木房子全部拆掉，这个地方恢复生态。很多朋友跟我说，他想买一点山区的这种木房子，是吧？现在就是大好时机啊，赶快过来吧，不然最后的10来栋木房子都已经全部要拆掉了。赶紧来看一看呢，还没有拆的房子呢，你们可以看一看啊。像这些木房子，他们拆掉之后拿去的话，大部分都是拿来当柴火烧掉，真的是还蛮可惜的。修的时候修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要不是因为地质灾害的原因的话，都可以保留起来，但是挺遗憾，因为高速路在下边通过，那这个上面呢不能保留这些房子了哈。一个古村寨即将消失，我这段视频可能是记录了这个村寨的最后时刻。在贵州遵义的大山深处，一条悬挂于崖壁之上的水曲，如同玉带环绕，美丽而壮观。它背后隐藏的却是一个鲜为人知而感人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草王坝村遭受了100年难遇的严重旱灾，村民们围绕着一口枯井，日夜不停地排队打水。水源的匮乏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人畜饮水成了难题，农田灌溉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在这样绝望的时刻，时任村支书的黄大发同志毅然决定带领村民前往10公里外的地方寻找水源，并开始了修建引水渠的艰难征程。没想到这一修就是长达36年的岁月。这里呢就是大发天曲，我现在呢就是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之上，看到没有，我们的水沟呢就是从这里流淌而过。这条沟渠的总长度呢是9400米啊，修这条沟渠呢总共是花了36年的时间。这里第一次修沟渠的时候啊，并不是现在这条沟渠啊，而是前方那个白崖上方那个位置呢还有一条沟渠。那条沟渠呢修了几年之后呢，因为这个技术呀各方面的原因呢是没有修成。那黄大发支书呢就去这个区里面去学习水利工程，一学呢又学了几年，把这些技术学会之后呢，回来呢再进行勘探测量，翻山越岭的把这个线路规划好呢，才开始修的这条沟渠。那么这第2条沟渠呢，其实是一鼓作气，3年多的时间呢就修完了啊。在95年的时候呢，整个沟渠呢就通水了。这条水渠不仅为草王坝村带来了生命之水，也见证了黄大发同志与村民们不屈不挠、坚持不懈、愚公移山的精神。水渠修成之后，黄大发没有停下脚步，他又带领村民将曾经的荒山改造为梯田，修通了通往镇上的公路，学校等基础设施相继建立。今天的草王坝村更是迎来了发展的新篇章，高速公路直通本地，并在这里又诞生了一座世界级超级大桥——大发渠大桥，更为这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黄大发和村民们的不懈努力。如今草王坝村正驶向发展的快车道，吸引了众多返乡创业者回到这里，乡村旅游、农庄、民宿、餐饮业等蓬勃发展。我的小学老师罗老师也加入了这股创业潮流，在这里开办了自己的农庄。哎，罗生，哎呦，好久不见了。这里幼儿园不是你整的哦？搞了好久了？是今天才开业。今天才开业？哦。那这里你这个房子是都是自己搞的吗？自家修的。
自家修的。 17年就修的。现在罗老师准备啷个搞啊？就是搞一个农庄嘛。 农庄，也就是这个进大发区，因为全国都很文明的哈，所以说有些这个游客啊来到这个地方没得车的，没得住的，所以说我们考到这块，首先把那个车的这一块给他给安排了，解决了，你这等于是一条龙，就是车的住的都可以。对，车的住的，你也是才转的搞这个哟？我因为就在小学嘛，就停办了。 停办了嘛，感觉没得啷个事儿做的，所以说后头来呢，就想到的回乡创业了嘛。就今年刚停的嘛？应该说是上学期。上学期。上学期。其实你以前办学的话，还真的是为一些穷苦地方的儿童找到了读书的地方。确实，那个时间主要是针对了那个流动的这个打工子弟了嘛，务工子弟了嘛，所以说入学很困难。他正规学校看不到。对，所以说正规学校。 他入不到那么多学生，所以说解决这个入学的问题很困难，所以我们就开立了这个私立学校了嘛，所以就把这些打工子弟的就安排了。你现在呀又是正规学校基本上已经够用了，对，然后也要转型了，转型噻，对，为了嘛就带动哈儿这个地方的一些产业，反正就是发动了这个邻居，这个是搞养殖啊这些了嘛，因为这里农庄搞起以后呢。 我们车的这一块都是就地取材，我们车的猪肉啊，反正就是都是在当地的这个熟饲料养殖，包括我们的鸡，绝对是农家户养殖的鸡。今后我们那个鸡鸭蛋儿哈，反正就是市场上多少，反正老百姓就拿到我这儿来，有客户他要拿走的哈，我不赚一分钱，不图一分利，让他们带走，车上正宗的土鸡蛋，包括我们的那个海山羊。 对面的这片山上啊，也是我的老家，所以说他们这个养的羊啊比较多，所以这个地方有需要的顾客哈，来需要吃也好，需要带走也好，反正就让他们带走，或者在这里烤全羊啊这些。你个住宿有好多杆来用？我们住宿有将近30杆。我们的这种就是啷个家庭式的这个民宿，一家有3个啊、5个啊一家人的啊，来到这个地方避暑啊、休闲呐。 来旅游啊哈，给他低成本的提供一个这个住宿，你就一家人就可以住在这一套房子里边。对，就像家庭式那个。家庭式。它一个套房里面一家人住在里面。对，我这个地方下一步的打算哈，这旁边还有一些果园，果园，在这个房子的后面，是菜园儿，也就是这些顾客来了以后，他可以亲自去体验摘采。 果蔬了嘛，比如说我们的蔬菜就在地里面去亲自摘采，拿来我们给它加工，这个地方本身有黄支书、黄大发老支书了嘛哈，因为他真的是这个大公无私，为地方老百姓呐，真正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真是这个很了不起。多年以来，罗老师在遵义扎根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人脉。这次返乡开设农庄。 不仅仅是简单的创业，更是让农庄成为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对于那些渴望逃离城市喧嚣、寻求田园生活体验的朋友们，草王坝村无疑是一个理想之选。在这里，你可以去走一走耗时36年才建成的超级工程大发天曲，学习黄大发愚公移山的精神，可以在割地田园找到一处宁静的栖息之所。 仰望与众不同的星空，感受这里独有的风土人情，体验这片净土带来的宁静与和谐。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桐梓县风水镇的木爱村，看到我身后没有？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盘山公路、岩壁、绿水青山交相呼应啊，一幅特别漂亮的水墨画。那么我身后这里呢，是一条 崖壁的沟渠，是木爱村的村民呢在几十年前修建的，是从那边悬崖上开凿过来的哈，非常不容易。那么这个水过来呢，会灌溉木爱村下边这些的所有农田，包括我身后这里这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当然，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沟里面呢是没有水的，因为年轻人呢都出门打工了，那么只剩下一些老年人。还有就是说我们产业的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土呢依然
没有荒废啊，都是有种植的。不过呢，大量种植的是高粱。大家知道我们这边呢，茅台镇呢产茅台酒嘛，所以呢，都会在茅台镇以外的很多地方呢种植这样的高粱。木外村这里啊，除了这条特别险峻的沟渠啊，那么前边的崖壁上还有一个独特的奇观，走，带你们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些地方呢，就完全是挂在这个崖壁上的一条沟，所以在这个上边行走呢，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能大意。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对吧？这条沟渠呢，现在没有水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我过来看到大多数地方呢都是完好的。那么只有少部分的地方呢，可能需要修补一下。哇，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上面飞出来的几片崖壁，特别的壮美啊！看我这里这条沟渠，它还要经过那个地方的悬崖那儿过去，过去之后呢，应该是接到这个下边的这条沟里面的水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美吧，朋友们？这个地方美吧？你们就说。这里做有一道门，它这个是挡阳的门。哇，我走到这边来了。现在让你们看一看一个奇特的景观，不要眨眼睛，看到没有？像一只开着天眼一样，一个穿洞哈，一个天生桥，你也可以说天生桥，你也可以说穿洞，你也可以说天眼，神奇吧？太漂亮了哈！好像是这个地球的把手一样，对吧？有一只手在那个把手里面一提，会不会把地球提出来？啊，你们说能不能把地球提出来？太壮观了啊！左了你啊，成瘾了啊！这个叫川爱哟。我得打板子了啊。这个都行。你们这个队儿有啷个传说没得呢？有传说，谈的是二郎担山赶太阳啊，但就这种呢，金面南又断了，有头落在川南，有头落在川岸。啊，邓朝啊，哥就手头急的说。哦，这是中国一个传说。还有啊，高级呢有2个诗人，顶顶上。哎呀，盖头上说的是个男的，还有遭雷打的，他是向到欧家园底下，看到欧家园底下是吧？哎，欧家园的风水，他直接就是。哦。好，他第二就是这个男的给了他就讲那个哈，那欧家园那些姑娘啊，在12、13岁啊就开始有娃儿，那个是。嗯。哎，天上的五雷。看到不忍心，就把有的给打了。